高宠粉的仪态又来了，各位尾款人，卡里的余额还多吗？反正仪态接下来半个月是要勒紧裤腰带了，毕竟昨晚的猫晚一开场就是易烊千玺怼脸大特写。一首 My Boo 变成买不，有什么理由不买啊？言归正传，我们说回双11的狂欢夜舞台。嗨，又是追星女孩过年的一天，每个卫视同一时间，各个频道来回切换，不同大咖真的看不过来。仪态甚至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谁在哪个台，只能不停地刷着一些集美们发来的饭拍，疯狂哇哇叫。可能有些舞台大家已经看过了，但还是有几位明星的表演，仪态相信大家再看10遍也还是满脸姨母笑。我们先来看看吧。首先是狂欢夜的开场嘉宾易烊千玺啦，一首英文配上低音 rap 太犯规了，而且千玺真的好有仪式感，一男的不仅在话筒和手指上画了小花，还在手腕上画了千纸鹤，满满的到处都是细节，双向奔赴的爱也太走心了吧。开场还沉浸在感动中，转眼又被他的街舞炸翻全场，卡点简直绝了。另外要夸一下舞美，真的太炫酷了。只是开场加压轴3套造型4次出场，没人觉得千玺很忙吗？仪态觉得主办方之所以让千玺作为开场嘉宾有3个方面：一是易烊千玺是此次双11的代言人；2是易烊千玺的影响力足够大；3是开场曲 My Boo 谐音买不，符合双11购物主题，仿佛在问你买不买。当然啦，同样燃爆全场的张艺兴的炎黄子孙，卡点节奏太准了。国风与街舞加上特有的 rap， 真不愧是唱跳俱佳的原创音乐人。如果仅仅如此也就罢了，最后的一幕高空吊威亚悬于半空，搭上金色长披风，再加上现场的国风舞台，给我的视觉冲击就是飞起来了。没错，它就是飞起来了。这里不得不肯定一下张艺兴的实力。大家都知道吊威亚的重力在腰上，现场威亚的线很长，所以人在受力的时候会因为没有着力点，从而引发晃动。张艺兴当时背着巨大的披风，披风的重力加上此时腰部向上的重力，再加上肩膀上向后拉扯的拉力，所以腿一定会飞起来。但是张艺兴却处理得非常到位，用腹肌和大腿的力量绷直来平衡着重心，这强大的临场反应能力和控制力简直就是满分。若是你觉得张艺兴的歌曲还不够燃炸，那么火星少年华晨宇的歌曲《斗牛》定能够让你耳膜感到震撼。这应该是华晨宇第4次参加双11狂欢夜了，曲风一如既往的够燃，一如既往的爆。用火星人的话来形容，就是别人是来参加晚会，而华晨宇却仿佛在开演唱会。而且有没有发现，有实力的歌手就是不一样的？之前有很多歌手现场上热搜，某某某全开麦之类的，但是华晨宇上热搜却就是很简单的华晨宇高音，这就是实力的体现。比起全开麦，看到高音这2个字，其实也就知道这是一位实力唱将。比较遗憾的可能就是华晨宇这次晚会只唱了1首歌曲，多少有点意犹未尽啊。不过马上要播出的《王牌对王牌》虽然是娱乐类型的综艺节目，但是却有着唱歌环节，希望花花能多唱点吧。看完3位帅气男星的表演，我们再来看点不一样的组合搭档吧。现在最近势头最猛的宋茜和范丞丞搭配在了一块儿，其中宋茜本想和范丞丞来一个深情的对视，结果万万没想到范丞丞拿着话筒一本正经的唱歌，等到范丞丞想和宋茜来个对视，宋茜却抬头看向前方，指向前方。宋茜和范丞丞的互动乌龙画面实在是太逗了，话筒一抬谁也不爱，仪态真的越看越想笑。有飒气的姐姐，也有漂亮妹妹。杨超越和张杰同台带来《我是来揍你的》，张杰实力自然不用一太多说，舞蹈、戏腔、rap 都超绝。意料之中的是我杰哥又忘词了，不过 live 现场依旧稳如狗啊，每一次忘词都把杰哥推上热搜，人家不要面子的嘛。
只不过仪态如果不提，你敢信杰哥这是和杨超越一起合作的舞台吗？合作舞台一开场，杨超越就扎着可爱的双丸子头坐在游戏机前。当张杰开始唱歌的时候，镜头就切给了张杰，舞台上就再也没有看到杨超越的影子。直到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杨超越才突然出现在舞台上，两人中间也是相隔了一条银河的距离，全程零互动，这是表演了个寂寞。当晚杨超越还回应了这件事儿，并可爱的称打零工他也是打工吧，是吧是吧是吧，瞬间就把这个尴尬打破了。根据现场粉丝们拍摄的杨超越个人直拍中，我们可以看到杨超越在开场的游戏机表演之后就下场准备后面的上台演出了。因为在这次晚会中，杨超越不仅有舞台表演，另外还担任了主持人的角色，连在后台赶场时都一直在背诵手卡。嗨，谁能拒绝这个蓬蓬裙双丸子的鬼马少女呢？说真的，这个颜值就是老天爷赏饭吃。说到这儿，就不得不夸一夸和她同组合的孟美岐、吴宣仪啦。黑玫瑰与红玫瑰终于合体，有甜有酷，好朋友的默契，闪闪惹你爱了吗？孟美岐真的底气足啊，唱跳不划水，开麦不假唱，这么绝美的合作，金主爸爸不考虑安排多几场吗？这么多的舞台自然让人眼花缭乱，但在精彩表演之余，仍然发生了几次意外，令人觉得惊险万分。如果不是艺人反应力迅速，或许还真的会发生意外。先是阿云嘎在舞台进行表演之时，或许是控制升降舞台的导演并未注意，所以导致阿云嘎在刚刚走下舞台之时，人还没有下去，升降台却自动动了起来，阿云嘎整个人也是瞬间踉跄。不过好在他反应速度十分快，立马稳住了身子，才没有发生舞台事故。当然不仅仅是只有阿云嘎一个人发生了舞台意外，就连王源同样也因为没有调好伴奏，所以在演唱时突然没有了音乐。不过好在王源的音乐功底十分在线，即使没有音乐，依旧为大家带来了清唱表演。风筝路盲耳朵目的幻想，撞上有好运的姑娘。果然养成系偶像对待舞台事故就是这么熟练。对比阿云嘎和王源，张艺兴的状况才最令人担忧，甚至有一些惊险万分。在这次的直播现场，张艺兴穿着薇娅服饰，在演唱过程之中缓慢地飞向空中，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震惊的视觉表演。但不知为何，张艺兴在缓慢上升到空中时，突然剧烈晃动了几下，导致他的身形十分不稳定，看起来很是吓人。不过好在张艺兴并没有慌乱，而是控制住了薇娅，缓慢降落地面后继续演唱完毕。不得不说，这次的直播事故导致3位演员都十分惊险。不过好在随后3位演员都依靠自己的应变能力完美解决了。相比之下，前段时间的浪姐黄龄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主办方的疏忽，导致她在表演途中不幸踩空摔下舞台，不但双伤，并且严重影响了之后的工作。这一次的舞台事故发生，就已经侧面说明了现在很多活动现场的安全系数非常低，并且设备呢也存在着安全漏洞，而艺人不应该为此承担后果，既要赚钱，也要保证生命安全啊！嗨，现在一想到舞台事故，就自然而然会想起小凯那次唱小幸运的超强应变能力了。不说了，我要再去重温一遍了。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点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